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跟着 Jason。在上一集，我们从东洋馆出发，经过3000公尺的高度之后，来到巴和木的白云庄山中小屋。那在这一集呢，我会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会安排入住白云庄山中小屋。那有几个优点，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高度与位置。白云庄标高3200公尺的高度，在台湾其实很多的山屋，大部分的位置也是位在3000公尺出头。这个位置呢，可以再做一次高度的适应，来做长时间的休息。这样子你在面临隔天的登顶看日出的行程，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哦。第二，身体调节。相信很多人在第一天的安排都会希望能走多一点的路程，到高一点的位置再来做休息。虽然这样子做的方法也没有说不对，但是我长期遇到了很多旅客都在白云庄前面做休息，他们大部分都会来问我说他入住的山屋还有多远，再来也没剩几间山屋嘛，那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下一间就是原主寺。从白云庄出发的话，大概是20分钟。那再来的是福基山 Hotel， 虽然是说叫做富士山 Hotel， 但是它不是饭店哦，它是一间山中小屋哦。那福基山 Hotel 距离巴和木东摩 A 馆，他们两间很近。如果从白云庄出发的话，大概是40分钟左右。那最后一间玉来光馆呢？从白云庄出发还要90分钟。当我跟他说完这几个山屋的时间的时候，他就整个脸就垮下来。哇，也太远了吧，还有这么远哦。大家第一天真的已经走到这里是非常非常累了，脸上的表情都已经很母汤了。大部分我都会建议第一天能在5点或是6点左右就能入住山中小屋，这个时间点会是比较好的，因为你隔天还要很早的清晨出发来去登顶看日出。大部分我们都会是12点或是1点就出发了，6到7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休息。你能在山屋休息的比较长一点，再加上山屋其实都没有那么好休息，前后扣一下，扣除你吃饭啊，其实你真正能睡的时间都不多。所以说你能长一点的时间在这个山屋好好的休息，会是比较好的。如果说你第一天要走得很高，要走得很远，你的身体体能其实已经消耗很多了，你隔天也是要差不多这个时间起床，并没有真的比较值得，这是我的建议啦。第三，活动空间大。在白云庄前方这个中庭呢，在吉田县的山屋来说，算是数1数2大的哦。然后再加上它还有休息的木栈椅，因为山屋其实都不大，所以有一个前方的中庭，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先到户外来做拉拉筋啊，放松一下你的肌肉，那这样你的明天就不容易铁腿哦。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呢，在白云庄这边，那你就可以到这个前方的中庭，也很有机会看得到富士山的影子。那再来太阳下山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晚霞哦，非常的漂亮。这个前庭面对的方向就是河口湖的位置。所以在夜间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到河口湖的夜景。如果你今天晚上休息的不是很好，或是身体不舒服，你也可以在外面的潜艇呼吸一下空气，增加自己的有氧量哦。这么大的潜艇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跟运用哦，就不会说只是在山屋那么小，你又没有活动的空间哦。所以有一个活动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哦。第四，容纳人数多。在白云庄也算是吉田县里面比较大一点的山屋之一，所以说它的容量的客人人数也会比较多，预定上面来说也会比较容易，它的使用的员工人数也会稍微比较多一些哦，你能受到的照顾或是服务上面也会稍微好一些哦。第五，有撤退路线。那你在入住山中小屋之后呢，如果身体有不适的状态下，你隔天就不太适合登顶。那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在吉田县的位置，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日出。你看这个前庭就占很重要咯。如果说今天人很多的话，太小的前庭你就会互相挤住，就看不到比较好的景色。但是在白云庄这边，这个前庭这么大
如果你没有办法登顶看日出也没关系，隔天早上起来，在这个前庭呢，你也可以看到很美的日出哦。看完日出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从白云庄有连接下山道的道路，直接从这边往下山道离开咯。这一次如果没有登顶也没关系，山反正都在嘛，下一次再来就好了。那还有一个重点，富士山的天气变化总是非常的快速，前一天还是好天气，隔一天有可能都狂风暴雨。当狂风暴雨的时候呢，登顶的行程就被取消了。隔天起来的时候还在狂风暴雨之中，没有办法登顶的话，可以直接从下山道的路线做撤退。所以说有这个撤退路线很重要，进可攻，退可守。当你今天没有办法登顶的时候，直接从这边就可以连接下山道离开。这就是以上我个人的建议与观点啊。当然，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或是行程安排来选择山中小屋来做入住哦。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下一集呢我就会来跟大家介绍山中小屋的小技巧。那又有哪些事情在山中小屋不能做呢？还有做了哪些事情可以让你睡得更好，明天不慌不忙的面对登顶的行程哦。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在这支影片按个赞哦，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那些想登富士山的朋友哦，也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哦。山一直都在，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